大家好，今天呢很开心要来帮大家体验的车款就是昨天才热腾腾发表上市的 SYN CLBCU。那么这辆车在昨天发表会之后呢，我有做一个快速的赏车。今天呢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实际的上路来做体验骑乘。那这台车如大家所见，它的尺码非常的小巧，不管是跟 Fido 125相比，还是说跟前几代的这个类似产品相比呢，这台车它的尺码表现呢都是相当的紧致。但在这之中呢，它又塞了一颗经过动力强化的 125cc 引擎，配上非常轻量化不到100公斤的车重，让这台车呢非常有这种都会女性的小钢炮的感觉。那整台车的外观造型设计呢，非常的缤纷可爱。今天我们介绍的车子呢是银色，但是大家可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在正中午的太阳下呢，它所呈现是有点白绿的感觉，它有点这种珍珠色泽，然后带点绿色的发色，这也是官方这一次在用色上的巧思。而且呢，不止在车壳上面，连在后扶手上面呢，官方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处理，让它的后扶手在不同的这个光泽下面呢，它的颜色是会做一些变化的。那么女性消费者很在意、很重视的点就是车子到底好不好牵，好不好取驾车。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像我一个成年男性呢，我可以一只手很轻松的把这台车扶起来，然后呢脚稍微踩一下，直接就起来了。这台车它的整个中柱的省力设计啊，是比 Vega 125还要好的。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脚踏板的空间。我们呢一样放上本频道御用的这个摄影包，里面呢一样是装满了单眼相机啊、GoPro 的配件等等。大家可以发现，放上摄影包之后呢，它的整个脚踏是还有缝隙的，而且呢，在我的摄影包放上来之后啊，大家可以发现它的脚踏的两边是还有一点点宽度空间，让你可以放脚的。然后呢，它在前面这边置杯架的部分也做得很深，让你可以放下700cc 的饮料杯。还有一个点就是，昨天我们抢先预场拍的车款呢是传统钥匙的版本，今天我们所分配到的4层车辆呢，则是高阶的这个 Keyless。那用这个 Keyless 的版本呢，它的好处是你不用带钥匙，而且呢很方便。但是在这边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建议你直接跟车行讲说，我要多打一把钥匙，因为这套 Keyless 系统呢，它原车而来的这个钥匙就只有一把而已，用丢了就没了。所以说，在这边我会建议大家在订车的时候，就直接跟车行再多买一把空白钥匙来配对，这样子呢会比较保险。那前面的部分还有一个 QC 3.0的快充，这昨天有讲过，还有一个挂钩。那这个挂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做一个防跳脱的设计。我相信许多女性呢都还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封闭式的防跳脱挂钩。那这种挂钩呢，它虽然是有做一个倒钩的造型，让它东西比较不会跳出来，但是跟完全封闭式的防跳脱挂钩相比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完全封闭式的防跳脱挂钩。这次在车厢空间里面呢，三洋很贴心的在里面放了一顶安全帽，让我们做一个对比，还有2件雨衣。除了中间这一块有凸起之外呢，其他的地方它的整个深度基本上是一致，它不会有凹凸不平的感觉。那昨天呢有拍画面给大家看，小帽体的力拔是可以放得进去的。另外，女性消费者会很在意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车辆的照明够不够？如果车辆照明不够的话呢，晚上骑车其实是会有一点没有安全感的。而这一次呢 ，CLBCU 提供了全车头尾灯的 LED 灯具，然后呢，它的这个日行灯呢，还是整合在方向灯之中，这样的一个设计呢，也让这台车它的这个可爱度啊又向上提升，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我还蛮喜欢的。好，那以上呢就是这台 CLBCU 的一个大致介绍，在这边呢，我们也放上我跟07哥的一个侧面的乘坐图。07哥的身高是168公分，我的身高是172公分。那大家可以发现，我们2个男生骑上去呢，会觉得这台车真的是非常小一台。毕竟这台车它的 TA 就是给女性消费者用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来上路体验吧。现在呢，我们正式来上路体验这一台 SYN 在昨天刚发表的 CLBCU。那么刚刚在出发前的简报之中呢，我才知道原来这台车官方他们下了许多的细心还有工程设计，就是为了针对女性的市场做一个强化。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它的把手啊是做的比较窄一点点的，它的这个把手宽度我没记错，它的数字是610mm。让女性呢这种天生她的体型可能比较娇小的女性，她在握持上去的时候，她的姿势也是可以很优雅、很轻松的。
另外呢，在拉杆的部分，除了昨天的影片中有提到他们在拉杆的这个间距有做一个女性化的调整之外呢，其实它在这个拉杆的厚度呢，他们有做一个加厚，让女生的手啊扣上去的时候是更加扎实、更好施力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脚呢是可以很轻松的平放在地上的，这辆车它的整个坐高真的是很亲民。那现在绿灯我们起步，车子很轻松的就扬起它的时速来到了50公里。因为这辆车呢，虽然昨天在官方发表会的时候啊，大家都以为它是用迪爵的动力单元，不过今天呢，官方在跟我们简报的时候有特别强调，这台车不管是 ECU 还是传动还是缸头系统呢，其实都跟迪爵是有所不同的。也因此呢，这一辆车它在0到100公尺的这个短距离加速里面，它的冲刺力是比迪爵还要强的。那配上这一个不到100公斤的轻盈车重呢，然后再加上女性天生的这个体重轻量化优势啊，这台车对于女性来讲，它是一台轻巧好骑，而且动力非常充足的都会小钢炮。那么这台车呢，骑乘到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骑乘的平顺性、加速的感受啊，确实是很灵巧。跟我家自己的 Fido 125相比呢 ，Fido 125它所走的是一个比较稳重的路线，12寸的胎，然后还有125的骨架，配上一个比较宽厚的车身，所以 Fido 125跟这一台 CLBCU 在市区你油门灌下去起步的那一个前段呢，到40公里以前，你都会觉得 CLBCU 它的推力感呢是比较灵活、比较刁钻一点的。那再来一个点呢，就是这台车啊，它的这个椅垫设计采用的是一个全平整化的设计，所以说它的车子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呢，你不会有那种前后分割坐垫造成的一个局促感。从现在这样骑出来呢，大概10分钟左右，我发现这台车它在坐垫的前缘的边边呢，它的角度应该是有做过设计的，因为我觉得放脚性是还蛮不错的。如果是腿比较细，然后骨架比较小的女生，她在停红绿灯放脚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也是可以蛮轻松的。那么载把手的设定呢，让我在骑乘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的手是比较不用打那么开的。像骑 Fido 或是骑 Jet 这种车子的时候呢，我的手啊基本上是会摆比较宽一点点的。再加上我自己已经习惯去做一个外握，就是把手外握去做一个比较好操作的骑乘姿势了。因此骑到这种把手窄的车子，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夹在一起。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骨架很大的人。那再来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CBS 联动刹车，我相信对于许多男性朋友来讲，他们一定都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一次它没有配 ABS？ 然后为什么这一次它也没有配循迹系统，但是它却给了 Keyless？这一点呢，其实刚刚我也有去跟他们的官方做一个询问，其实这是他们经过很多市场调查而来的结果。他们在做过调查之后发现，在他们主要的 TA 这个历世代的万花筒女性里面来说呢，他们要的东西就非常的简单，空间、灵巧、操控，还有省油，这些他们都必须要完成，都必须要做好来。可是呢，对于电控系统啊这个部分呢，历世代女性她们是没有这么注重，或是说她们可能根本不懂这一块。那官方呢，因此就是在权衡之下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改搭 CBS 系统，而不搭 ABS 系统。那有没有机会后面再搭上 ABS 系统呢？我觉得如果销量好的话，当然是要加什么都有机会嘛。销量好，自然就有办法去加牛肉了。然后呢，就是这台车啊，它的整个行驶上的路感来说呢，跟 Fido 125相比，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的。因为我们家自己有一台 Fido， 那这两台车骑乘起来，你就可以发现，因为这一台 CLBCU 它的悬吊设计呢是前面比较细的避震器，后面呢是单枪避震器，所以你在骑乘起来，它路感上面，它的细腻度上面就不会像 Fido 这么的好。你在过一些比较大的坑洞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它稍微有一点跳，然后它的坑洞的处理反应呢，在下去跟起来的那个反应上面，它没有这么的细致。但是这个呢，又跟它基底的根本设计有所关联啦，这也不能去强求。毕竟你后面用单枪，前面用一个比较细的前叉，那再搭上我这个这么重的体重，
对于这台车的设计诉求来说呢，已经是在双载的状态了，所以它的悬吊反应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啊。只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注重路感的消费者的话呢，这个部分可能之后你还是要去改。但是对于这个族群的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车子只要妥善率 OK， 那定期去保养，它很省油，不用让你一直跑加油站，并且呢，它有许多贴心的配备 ，QC 3.0 的快充啊、挂钩啊、Keyless 等等。对于他们来讲，这就是一台十足及格的车子，而且还有许多很贴心的部分，像是很好握持的把手、很好拉的拉杆、那炫彩的后扶手，跟很棒的置物空间。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这台车它的一个强项。刚刚我跟官方他们有稍微做一个聊天，他们就是说 CU 车系他们的一个宗旨啊，跟他们的一个精华的之处，就是在于说 CU 车系是非常讲求 TA 的一个车款。那这个车款它的 TA 要什么，他们就会极致的去对这个 TA 所要的东西去做一个强化跟配备给予，而用不到的东西呢，他们也不会多给，让这个车子呢在售价、配备跟实用性上面得到了一个平衡。NMBCU 已经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策略是可行的。那 CLBCU 呢，我相信应该也会在市场上获得很好的青睐。这台车当然它有它的优缺点，当然它有一些它所牺牲的地方，但是呢，这辆车它给消费者的部分呢，就是你所想得到的，它全都帮你想到了。那甚至你没想到一些小细节，它也帮你做出来了。那么对于这台 CLBCU TA 受众以外的客群来讲呢，你看这台车，你可能会觉得这台车怎么看怎么不划算，它前碟后鼓。它只有后单腔避震器，它没有 ABS， 也没有循迹，它没有一个很炫气的仪表板。然后呢，它的整个车子看起来呢，就是没有非常突出的一个感受。对于 TA 以外的消费者来讲，会觉得我花8万块的价格，将近8万块的价格，我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但是对于 TA 以内的这个消费族群来讲呢，他们所需要的很好操控的灵活性，很好上手的亲民度，很棒的车厢的空间跟脚踏的平整性，还有就是 Keyless。跟这辆车它的周边的一些外观件的处理跟质感的呈现呢，都是会完全打中的。所以 CU 车系从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呢，它所要的就不是要大家都想去买，大家都很喜欢，它所要的就是我可以在价格跟预算之内呢，完全符合我所要的 TA 他们所要的配备。这个也是这个 CU 车系啊，他们所做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所诉求的一个精华之地。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 CLBCU 的体验喽，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